欢迎回来央央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到了台南，台南是全台最早开发的城市，有着最老的历史，却过着最不急的生活。在这边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古迹、庙宇、美食小吃，还有文化与艺术，都藏在每天的细节里。今天让我们用24小时来好好看一看这个台南吧，跟我们一起走喽！第一站选了虱目鱼当早餐，这一间阿星虱目鱼汤是很多台南在地人的爱店，他们从小吃到大。那他这几年呢，也连续好几年得到了米其林地理人的推荐哦。来这里啊，不止一定要点鱼汤，一定要点上他们的这一碗蒜头饭，好香哦，真的很香哎。除了蒜头饭跟虱目鱼汤是标配之外呢，那你还可以点上他们的干煎鱼肚，这也是在米其林地理灯上面的推荐。这边呢很特别，是你可以选择你想吃的那个虱目鱼的部位。如果你喜欢吃比较油一点的，你可以点他们的鱼肚。那如果你喜欢吃鱼肉型的，像他们的这边的鱼肉是片状、口感蛮好。因为像杨先生不太敢吃鱼，就点了这个鱼片汤，这个口感蛮好的，然后它的鱼肉是很鲜甜的那种味道，它的光是汤头就是你可以一口接一口，而且它是鱼片哎，代表说你可以一口接一口的，没有骨头，没有鱼刺，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卡兹卡兹，米其林上面写到说，这个干煎鱼肚是口感酥香。把虱目鱼的鲜味完全呈现，他讲的真的很对。那个干煎虱目鱼肚很好吃，它不是真的只是一般你是酥酥脆脆的，它是在你的口感里面，你咬下去的那个瞬间，那个汁就喷出来，很好吃。我本来想跟你们分享口感，但是我刚刚忍不住想要一口接一口吃它。它是用猪油煸香的那种蒜末。在米其林上面的推荐是说，它会让老饕成为早餐必选，很好吃，猪油煸香的那种蒜末饭。它加入了蒜头啊，让你早餐有那一天活力的来源。赤坎楼啊，可以说是台南的中西区最主要的一个古迹，它和台南的安平古堡并列为来到台南一定要看的2大代表。早在1652年，荷兰人就在这里建立了普罗民遮堡，也慢慢奠定了台南在行政啊、商业中心的位置。这300多年来，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整修，然后就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哦。它现在还在整修。很期待它之后会更美丽的样子给大家。只能到这里。你来到哪里？我来到赤坎楼，24小时玩台南，好开心哦！我刚因为这边都在整修嘛，然后想说，上来都没有什么东西，看不到完整的赤坎楼。
然后就想说是心情有点落寞，然后就看到2个姐姐们，她就好高兴的说：“我来到赤坎楼，我好开心哦，拍个照哦。”我就被感染了。对啊，好像瞬间这些围篱就不算什么。对啊，没有围篱了啦，开心了啦。赤坎楼，我来到了赤坎楼。你要离开了啦。赤坎楼走过来啊，对面就是武庙，也是刚刚的在地台南人推荐我们，就是你可以逛完赤坎楼之后来这边的武庙逛逛哦，因为这是台湾的第1间关帝庙，也是清朝时期唯一一个被列为官寺的关帝庙。你在这边还可以同时欣赏到他们保存非常完整的一个古庙风情。在武庙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，就是这一面红色的朱墙。它就是称为台湾第1墙，从民族路啊转进永福路，这一面红色的山墙很高很长，气势真的很惊人。它把整间武庙3进的空间从南到北连在一起，中间只留了一个小门，所以走过来的时候你们可以多看一下，它在天空底下画出很漂亮的线条哦，从前殿到中殿，刚中带柔。顺着山墙往上看，屋顶是一层一层的往后延伸，每一段形状都是不一样的。为什么你今天选这家咖啡？因为我们去赤坎楼玩之后啊，我想说，就来附近喝一个咖啡好了，早上需要醒脑一下，然后就 Google 查一查，然后就发现到这一间咖啡，还蛮有来头的。它是2014年世界烘豆冠军的赖玉泉所开设的职人咖啡，好像在台南、新竹都有分店，然后所以我们就来喝一下啦。里面特别的是，你可以选择虹吸式的咖啡，只要再加50块就可以。它就是一个 set， 就是有冰的跟热的，还有那个米汤。他建议我们先用陶瓷的杯子，先喝喝看虹吸式咖啡。它前面带一点微酸的那种感觉，然后整体的那个咖啡是属于比较厚实一点的，因为虹吸式的咖啡煮出来的都是属于比较厚实，可以喝得到那种香醇的咖啡香气。所以如果你也喜欢跟我一样喜欢这种咖啡的这种苦香的感觉，我觉得也可以试试看虹吸这样。我点的这个是伊索比亚的幸福配方，它是用水洗跟自然干燥的方式，然后里面有莱姆啊、蜜桃干跟野姜花、可可跟葡萄柚酸甜的滋味。我觉得那个可可的味道会比较突出一点，可可这一支可可，对，尾韵的话会带一点苦感。发生惨案了，我的布丁掉了。布丁蛮苦香的，蛮好吃的。它焦糖的苦香感很重。焦糖的苦香感很重。好吃。这一家在国光3街巷口转角的套厅处，就是传说中有名的3大牛肉温体火锅。那这一间店呢，也是我弟的爱店，每次来台南一定都会来吃的这一间。那我们今天也来吃吃看。麻子冬蛙。这个吗？你看，你还要吃菇类呢。
里啊，温体牛肉啊，一定是不能错过。它每一盘300块，然后老板说他每天都是有10几种的那种部位，他就是帮你手工现切的那个牛肉，直接涮一下就很好吃。而且刚刚店家还有教一个小 table， 就是你可以像喝牛肉汤一样，把肉直接端在我们的碗里，再直接淋上高汤，这样子吃也可以，或者是你就直接在汤里面涮大概10秒，肉质呈现粉红色的状态就可以吃了。这是老板特调，台南人专有的吃法哦。豆瓣酱跟酱油膏，还有醋跟酱油。应该叫台南特调哎，好吃。听说啊，这间三大是创立在90年代的中期，然后它的名字为什么叫三大，就是因为创办人啊，他有3个儿子，那儿子就是叫大有、大可、大为，就是大有可为，所以他就中间取了，就是把那个大字就是取起来，就叫三大，希望儿子们都是大有可为。然后我刚刚问老板说，啊，老板这个故事很有趣，他就说，对啊，我是大有，超赞的，这间真的很好吃，而且老板很热情。西市场啊，位于国华街3段这边，它有一个叫做西门布市，它也是以前南台湾最大的布料市场。在没有百货公司的年代啊，这边是最流行的商品都在这边买得到。以前没有百货公司的时候，你都在这边可以买到各式各样的花色布料，风格不尽相同，所以你要定制洋装、旗袍都没有问题。阿嬷应该以前也都会来这个地方。过去以前买布啊，大家对尺寸没有概念的时候，所以商场就会贴了一个30乘30的方砖，30公分等于1尺嘛，所以方便买家看布的时候，同时有个依据，自己想要有多少尺，就可以要多少的地砖。所以在地上就直接量。我要这个，我要塞。这里就是西市场，也就是俗称的大菜市，最早建于1905年，是台南第1座公有市场，也曾经是南台湾最大的菜市场，现在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了。它现在已经完成了所有的翻修工程，正式对外开放，被称为是台南最美的古迹市场。那跟着我们去看看里面有什么新的店家吧。那这边有一个，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，比如说这里有一家西海岸西餐厅，是当年台南第1的相亲餐厅，所以很多人相完亲之后觉得不错了，他就会直接到1楼的布庄来做西装跟旗袍，然后再到里面选择要结婚要购买的一些商品。所以像我们刚刚走的那一条街，就有10几20几家的那个银楼，还有那个就是喜饼。就传统就是台南结婚需要的一些用品都可以买得到，所以这是当年一条龙的服务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哦。好流水线哦。对啊，他说一条龙的概念是在当时可以说是红极一时，那时候也是台湾经济起飞的那个年代。你就相亲完买布完挑给嘛，然后挑给嘛完之后再去买一些结婚要用的东西。不知道你们的爸爸妈妈有没有经历过这件故事？爸爸妈妈应该是有经历这一个年代，我觉得蛮有趣的。我回去翻一下他们以前结婚的照片，然后如果有台南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。跟我一起喝咖啡。夜咖啡是台南知名的酒吧龙里跟祥虎一起打造的第3空间，它隔壁就是它的店。然后这里呢，它的名字叫夜咖啡，灵感是来自于日本妖怪。那日本妖怪夜啊，它本身就带着很多不同的样貌，然后也带一点神秘的气息。那这间店呢，老板就是希望你在这里，不管是茶、
咖啡、调酒都被放在同一个空间里，然后不分你白天或黑夜，你可以白天喝调酒，晚上喝咖啡，想怎么待就怎么喝，想怎么喝就怎么待。所以难怪夜猫子啊、旅人或者在地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一段安静的时间。还开到凌晨2点哦。开到凌晨2点，就是下午2点开到凌晨2点，超放松的耶。因为就是你想要干嘛就干嘛，你想要喝调酒，你想要吃水饺也可以。听说他们的水饺非常好吃，但是因为今天太饱了，就没有吃。有芭乐梅子，然后乌龙的咖啡味道，杨先生的爱，很少女哦，超少女的，颜色也很漂亮，蛮好喝的。如果以色调咖啡来讲，它非常非常的好喝，因为它每一个味道都融合的刚刚好，可是它又会让你觉得很像在喝一杯好喝的饮料。所以如果你想要试试看这种特调型的咖啡，然后带一点清爽，又带一点独特，就喝得到每一个味道的风味。我觉得这个还蛮好喝的。它的巴斯克是比较偏奶油，它一入口其实就是蛮滑顺，很像奶油就直接吃到嘴巴里的那种感觉，蛮好吃的哎。我咬下去就化在，因为靠着那个舌头的唾液，你就化掉了。以前的那种，有点像以前枸杞，它其实是对顾眼型的，对顾眼型的。它里面是枸杞，外面是70%偏香的，偏苦。真的有开心吃，蛮好吃的。我喜欢它的枸杞，咬起来就是很像零食，然后它里面的枸杞，我吃得到那个枸杞的原粒，然后巧克力的味道也蛮香。开心吃。渔光岛上啊，藏了一座美术馆，它的外观呢是清水模的建筑，非常非常的漂亮。它的名字叫做森出，它其实这里是可以免费参观的，只不过是说，你们一定要提前来做预约。这边的话会有不定期的展览，那你们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一些社群，就可以知道他们现在的展览是有哪一些。那我这次刚好来，我想要参观的是丹麦工艺陶盆的品牌，跟着我们进去走走。
好吃哎，油花的比例很刚好。然后因为我喜欢吃有油花的牛肉，我不喜欢太柴的，它的油花比例很刚好，又不会让你觉得很油腻感。我觉得好的牛肉就吃下去就很像奶油一样，很滑顺，好吃。我们这次选的是顶级的温体牛，它有2种，一个是特选，一个是顶级。那因为我喜欢吃有肚子的地方，然后油花比较稍微多一点，所以我们就选了这个顶级温体牛肉。哇，看起来很厉害，顶级。我算一片给你吃。你只要叫一碗白饭，这边的就是有牛肉燥，都可以吃哦，好香哦。很像在吃麻瓜哎，牛肉干是好吃的。看起来是那种牛肉丝。牛肉丝。吃饱喝足了，都胖了1圈了。都长肉。它皇帝豆就是这么大。表啊，可以自己选。然后如果你第一次吃的话，你可以吃正常，它就是1汤匙的花生糖粉。那如果你是超喜吃，喜欢吃超甜的，你也可以再多5块钱，它就给你超甜的 Super Sugar。来到台南呢，一定要吃他们的润饼，也就是他们的春卷。台南的那个春卷跟其他地方的春卷特别不一样，是因为台南的馅料特别丰富，甜度也特别的甜一点点。然后里面会包皇帝豆、豆干、虾仁、乳酪，然后最后再大把的撒上花生糖粉。那有些店家啊，还会在包好的春卷之后，在锅上干煎一下，让它更酥脆，就多了一层酥酥的焦香感。吃起来是比较偏干爽，但是口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哦，很好吃哎！早上一定要吃这个。刚刚你有没有吃到那个台南的灵魂？它就是皇帝豆。在台南的春卷啊，一定都会加上皇帝豆，听说是跟郑成功有关系。以前皇帝豆在郑成功那个时期是属于高贵的代表，所以后来的春卷都会加上皇帝豆。没开。他说窝囊跟生气全都是窝囊气，下次再来。旺旺来。它就是没有成熟的西瓜，咸咸的，有点像酱像腌瓜。菜对不对哦，对对对对，像腌菜，有点 Q Q 的。现在有名的是西瓜棉的鱼汤。可是为什么要加西瓜棉啊？它的这个是他们的招牌炒鱼肚，我看好多人桌上都有一个 Q Q 的，还蛮好吃的。非常的脆口。蛮 Q Q 的，它调味也蛮好吃的，所以很适合下饭，我觉得。吃了一瓶啤酒吧。外带的方式是用竹叶包的哦，是台南特有的方式，包的竹叶特别好吃哎。是有竹叶香吗？有情怀香。
又来外带了。杨先生心心念念的。